你有听过这个都市传说吗？台中的第一广场上面停了一台幽灵船，要载满100条人命才会开船。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幽灵船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应该有很多台湾人听过幽灵船的灵异传说。相传这艘幽灵船呢，上面载着很多火灾的罹难者，在台湾的各大闹区上面盘旋。比方说呢，台北西门町的这个万年大楼、台中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广场，以及台南的中国城啊、高雄的汉神百货，都有人指证历烈说看到幽灵船在这边停靠。而且据说这艘船呢，必须要搜集满100条人命才会离开。在1990年代末期呢，到21世纪初，这个毛骨悚然的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也严重的影响到店家的生意。当时台中的第一广场本来是学生聚集的大本营，但自从幽灵船传说之后呢，就陷入了萧条。不只有店家单日的业绩从3万掉到只剩5000，还有店家因为付不起租金而歇业，或者是搬走另起炉灶。那为了解开这个都市传说的谜团呢，作家谢宜安考察了幽灵船的起源以及前后时间点出现的火灾事件，试着回答幽灵船是怎么出现的，这个传说是真的吗？为什么会有幽灵船传说等等的问题。今天就让我们透过特搜台湾都市传说这本书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觉得做网站很难哦，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用过 Odoo。Odoo 是一站式管理公司业务的全能软体，他们提供免费的网站制作模组，功能非常的齐全哦，可以满足不同工作族群的需求。举例来说呢，如果你想要帮公司架网站哦，只要花几分钟按一按 ，Odoo 就能够做出专业好看的品牌网站，让公司的曝光率 up。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 ，Odoo 呢也可以做出吸睛丰富的作品集，让你接案接到手软。如果你是旅游部落客 ，Odoo 的后台也可以轻松的编排影片跟文字，还支援手机编辑，让你玩到哪写到哪。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赶快去试用吧。幽灵船传说的起源最早可以回溯到1995年台中的威尔康西餐厅大火，时间发生在2月15号情人节的隔天晚上7点。当时餐厅有满满的顾客都在庆祝节日，没有想到吧台的瓦斯炉管线呢，因为长期使用而脆化破裂，导致瓦斯外泄，引发了严重的火灾。当时餐厅的内部装潢呢，使用了大量的易燃材料，火势迅速的蔓延哦，短短10秒钟，整个餐厅就陷入了一片火海。有义消回忆，当时的火势猛烈到连停在快车道的消防车都受到影响，不只是烤漆剥落，就连后照镜的这个塑胶外壳也因此融化。而整起火灾死伤最惨重的就是2楼的顾客。原本根据法规，餐厅只能够在1楼营业哦，但业者违法扩建，在靠近马路的那一侧加装了厚厚的强化玻璃，让2楼也变成了餐厅。更糟糕的是，餐厅旁边原本是防火巷以及开阔的停车场，后来也被业者改建成威尔康 KTV， 封死了餐厅2楼的逃生通道。所以当火灾发生时呢，2楼的顾客唯一的逃生出口就只剩下通往1楼的楼梯。但不幸的是，那里正是起火点。绝望的顾客呢，只要想办法砸破玻璃逃生。有目击者看到顾客拿着桌子啊、椅子去敲击这个强化玻璃，却都徒劳无功，最后只能够被大量的高热浓烟以及火焰吞噬。这起事件造成了64人罹难，11人受伤，不只是台湾史上伤亡最严重的单一建筑火灾，也是全世界单一餐厅火灾死伤最惨重的一次。威尔康大火之后呢，全台舆论沸腾，很多人都批评台湾的消防安全只是说说而已，这么大的违建都没有人去稽查，是政府的严重疏失。当时不只是担任总统李登辉向全民道歉，台中市市长林柏荣也因此遭到了监察院弹劾，休职半年。那除了行政责任之外呢，威尔康大火的悲剧也引起了全国重视，掀起一波台湾消防制度跟法规的改革。首先，在1995年的3月呢，内政部就成立了消防署，让消防业务从警察机关独立出来。再来，政府在民意的压力之下，陆续的修订跟创建各项的法规，规定公共场所呢必须使用防火建材，逃生通道必须要保持畅通，餐饮业呢要强制投保公共意外险等等。最后是加强消防安检，还有消防的宣导。比方说呢，让全民知道，如果要破坏强化玻璃，应该用尖物敲击玻璃的4个角落。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落幕，民间开始出现了幽灵船的灵异传说。相传呢，威尔康大火的64位罹难者被一艘幽灵船载走，而且呢，这艘幽灵船要载满100条人命才会离开。
换句话说呢，这个传说预言了未来还会有36名的火灾罹难者，搞得民众人心惶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绘声绘影的指出，幽灵船已经停在某些地方等待。第一目标呢，就是距离威尔康1公里之外的台中第一广场。然后有人说，幽灵船已经往北开，停在台北西门町的这个万年大楼，或者是往南停在台南中国城啊、高雄汉神百货，还有现在被叫做是85大楼的东帝士大楼等等。而本书的作者呢，去追查威尔康大火之后的历史，他发现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还验证了这个传说。威尔康大火之后呢，台湾的北中南确实都有火灾发生。1995年的4月，距离台北万年大楼不到300公尺的快乐颂 KTV 发生火灾，死亡人数13人。同样是4月屏东的狮子林 KTV 也发生了大火，死亡人数27人。1996年的2月呢，台中三民路上面的夏威夷三温暖以及民族路上面的民生大楼，才间隔短短10天就接连的发生火灾，分别造成17人跟13人死亡。作者谢安提到，比较主流的民间说法认为呢，幽灵船停在台中，载了威尔康西餐厅的64人，夏威夷三温暖的17人，以及民生大楼13人，再加上一些零星的火灾死者，载满了100条人命后离开。但这就代表着幽灵船的传说真的是预言吗？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谢安认为幽灵船不一定是预言，很可能的是人们潜意识当中记得另外一场火灾。在威尔康大火发生的前2年，也就是1993年1月，位在这个台北松江路上面的论情西餐厅也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火灾。那场火灾呢，造成了33人死亡，21人受伤。而33人再加上威尔康西餐厅的罹难64人呢，刚刚好也是将近100人。再来呢，论情西餐厅跟威尔康西餐厅2场火灾在细节上面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方说呢，当时媒体报道论情西餐厅是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2年之后就被威尔康大火打破了纪录。再来，论情西餐厅唯一的逃生楼梯呢，恰好也是起火点，2楼同样也有阻碍逃生的强化玻璃。最后这2间餐厅呢，都曾经被检查出有消防安全违规，但也都没有改善。谢安认为这些相似的地方呢，可能让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将这2起事件连接起来，才会出现幽灵船要载满100人才会离开的传说。可是乡野传说这么多，为什么幽灵船可以被广泛的流传，直到将近30年后的现在都还有人记得呢？作者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害怕公共场所随时会发生火灾，心情实在是太深刻了。从1995年威尔康大火之后的短短1年之内，就接连发生了4起重大的火灾。有的时候呢，电视还在播放前一场大火的后续报道，下一场大火呢又紧接而来，民众当然会非常的害怕封闭的公共场所。而且那些被传说是幽灵船停靠的地点呢，可能也都是这些恐惧的体现。作者指出，这些地点呢，大多都透露出了某种危险警讯，例如呢，他们的楼层都很高，都有某种的封闭感，让人感觉被团团的包围，不知道火灾来临是否能够顺利的逃生。然后深受幽灵船传说影响的台中第一广场，也确实呢有不少的店家因为没有通过消防安检而歇业。作者认为幽灵船呢虽然是虚构的传说，但背后想要传达出来的恐惧却是非常真实的。人们把那里可能很危险这种难以言喻的直觉，用耸动的幽灵船灵异传说表达出来，并且迅速的在全台湾获得了共鸣。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记得那种不知道何时会发生火灾的恐惧。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首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小时候呢，我们团队成员呢，其实都蛮害怕幽灵船这个都市传说的。虽然有在怀疑这个的真实性，但同时也担心是不是真的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操控一切。特别是当时呢，台中重大火灾的伤亡人数还真的差不多是100人，让我们每次经过那些被传说是幽灵船停靠的场所，都会觉得怕怕的、毛毛的。不过，当我们在书中读到作者认为幽灵船的传说不一定是预言很可能是2起相似的悲剧产生的，我们就开始好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悲剧会一再的发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在威尔康大火之后做的措施，甚至是现在的消防安全真的有足够吗？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具备了应对火灾的相关知识了呢？我们认为在传说带来恐惧之外，这些悲剧有没有转化成预防火灾的动力，可能是现阶段更需要大家一起关注的事情。那么频道呢，过去曾经讨论过火场求生的7大迷思，也找过消防员聊聊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
都非常推荐大家在看完这集之后可以去找来复习。除了加强火场知识，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看看台湾的消防安全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再改进。另外，作者也在书中呢还有提到，台中的第一广场明明没有发生过大火，却很衰的因为幽灵船以及后来的艾滋针头传说影响不断的没落。即使近年来呢转型成了外籍移工聚集的东协广场，就还是传出电梯可以到达异世界的都市传说。到底为什么第一广场常常躺着也中枪？作者也有提出一些有趣的解释，欢迎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买特搜《台湾都市传说》这本书来看看哦。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有听过幽灵船传说吗？有，小时候超怕，爸妈都会禁止我去那些地方。B 有，但我觉得只是无稽之谈，没有什么好怕的。C 没有，今天第一次听，滴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幽灵船传说。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火场迷思以及消防员访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